三峡库区发现长江鲟，被宣布灭绝后，居然再度出现了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2024年6月18号，我国科研人员在三峡库区支流汤溪云阳段发现了5尾长江鲟，幼年、亚成年、成年3种规格都有，这怕不是一家3代。谁能想得到，就是这么几条平平无奇的小鱼，却能牵动万千国人的心。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长江鲟，不是中华鲟。虽然它们同属于淡水鱼，皆生活在长江流域之中，但长江鲟的个头却只能达到200多厘米，并且一般不会进行跨区域的洄游，而某些中华鲟个体却能长到5米左右，体重也能来到500千克以上。从外观来看，长江鲟同样也不如中华鲟那般柔顺，其背部长有多达6个左右的骨片，吻部也要更加细长，并且往上翘。虽然中华鲟的表面也有诸多尖角，但还是不如长江鲟那样明显。平日里，如果不是鱼类爱好者，就很容易把长得更加宽大的中华鲟认作长江鲟。然而，从此番播报的新闻中可以发现，在工作人员连续多天的不懈追踪监测下，此次发现的就是名副其实的长江鲟，并且数量也足足有5尾之多。而经过对长江鲟尺寸的专业测量，工作人员还发现，这些鱼种的生长阶段也是从老到幼各不相同。其中长势最惊人的一尾长江鲟，全长甚至达到了92厘米，体重也来到了4000克以上。可以说，其生命体征十分的健康完美了。可以想象到的是，既然云阳段流域能发现少数的野生长江鲟，那我们就有机会在附近的水域中发现更多的野生个体，甚至在某些人气较少、水质优秀的其他水域，长江鲟的存在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。长江鲟为什么会濒临灭绝？据了解，鲟鱼可谓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古老的鱼类之一了，其中的长江白鲟甚至在 1.5 亿年就已经存在了。而长江鲟作为鲟属淡水鱼，同样也是古老的一类鱼种种群。自古以来，长江鲟就一直生活在长江流域，一般在上中游以及较大的支流流域就能够发现它们的身影。平时由于长江鲟对光线以及噪音很敏感，所以常常活动于距离岸边较远、水深达到10米左右的水下，因此它们摄取的食物也比较特别，通常是植物的茎、叶部位以及部分藻类和浮游生物。只不过作为杂食性鱼类，昆虫类生物的幼虫同样能够成为它们的捕猎目标。所以从长江鲟的食谱就可以发现，只要长江流域的水质发生污染与破坏，就能够轻易地影响到野生长江鲟的生态。据了解，在20世纪末期，长江流域就曾存在较严重的污染，重要流域出现了富营养化的情况，而这与废物的倾倒以及不恰当的治理方式脱不开关系。这种生态环境的恶化，也就直接性地影响到了长江鲟的生长。而此刻我们能够再度让长江鲟在长江流域现身，其实也就证明了咱们对长江的长期治理已经初显成效了。此外，这也代表着长江鲟可以从灭绝生物名录中脱离出来了。原来在进入21世纪以来，长江鲟的数量一直呈递减态势。据了解，在2021年世界上还有673只大熊猫时，同期的长江鲟却基本上已经被宣布灭绝了，所以将其称为水中大熊猫一点都不带夸张的。与此同时，从生物的稀有程度来说，长江鲟同时还被列为了我国的1级野生保护动物。所以说，在如此众多标签以及属性的加持下，我们怎能不为发现野生长江鲟而感到欣喜？近日，长江鲟时隔多年终于在三峡露面，无数人兴奋之余，也该清楚地认识到，干动嘴不做事儿，不能让濒危的长江鲟失而复得。这次举国震惊的发现，其实也是对我们海洋措施的认可以及证明，咱们此番能够再次发现长江鲟，其实与长江流域的10年禁渔计划具有很大的关系。截止2021年2月10号，禁捕期间已经让超过10万艘渔船的渔获进行了退捕。在限制长江范围内的滥捕后，各类鱼种的生存压力得到了缓和，数量缓慢回升。经大致统计，目前长江流域涵养的浮游植物已经达到了上千种，浮游动物也在700种以上，鱼类则来到了424种，其中的珍稀鱼类包括但不限于中华鲟、长江鲟。正如我们说过的，长江鲟作为杂食性鱼类，平日里以藻类以及植物为食，所以这些底层生态的改造
自然也就能间接的保证长江鲟的食物时刻充足了，其野生数量当然就会提高。与此同时，我们除了从改善生态来涵养野生长江鲟之外，还会定期的进行增殖放流。早在2000年初，我们就在长江上游建立了长江鲟自然保护区。虽然期间并没有直接挽回野生种群递减的颓势，但我们并没有白做工。期间也是成功发现了完善的人工长江鲟养殖法。截至2018年，已经有高达20万条的人工养殖长江鲟被放归长江流域了，并且从2021年起，长江主干道还实施起了全面的禁止捕捞规定。可以说，20多年的辛苦，在2024年终于开出了花。如今，我们终于能够拍着胸脯说出，咱们的努力没有白费。见微知著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理念，既然能在长江鲟身上得到体现，在未来，我们也一定能让更多的濒危物种的种群发展越来越顺利，甚至让某些我们自认为已经灭绝的生物重现于世也说不定呢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